乌军3线进攻，装甲集群撕毁俄防线；以色列购买美军最新机枪；土耳其新增3艘战舰。2025年1月5号，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多个方向展开3线进攻，再次向俄罗斯防线发起强势冲击。根据俄方报道，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呈现出新的战术变化，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军队在位于苏贾东北部的贝尔丁方向发动了大规模的机械化进攻，分3波攻击，使用了相当于1个营的装甲部队。这次进攻动用了155旅和810海军步兵旅以及106空降师等多个单位，约40辆装甲车参与其中。福布斯新闻称，这是乌克兰自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之一。据悉，乌军在这一方向进行的多次机动攻击，造成了俄军防线的松动，并突破了部分防御阵地。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还加强了对列奥尼多沃的进攻力度，并且在普什卡尔诺耶附近发动了强化排规模的机械化突袭。这些进攻的推进，使得乌军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战略位置，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奠定基础。根据1月5号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乌军在贝尔丁以西和南部的田野中推进，并成功进入了该地区的南部地区。俄罗斯军事博客发布的更新地图显示，乌军已经占领了贝尔丁东北和贝尔丁西南米哈伊洛夫卡等地，并且还进入了贝尔丁东侧的诺沃索特尼茨基。此外，乌军还在贝尔丁西部以及贝尔丁西北部的地区展开进攻。有视频证据显示，来自95空降突击旅的乌克兰部队乘坐装甲车和履带式轮式步战车，在轻仗车的引导下向贝尔丁推进。俄罗斯军队的无人机，包括抗干扰的光纤引导型无人机，蜂拥而至，成功命中乌军车辆数次，但并未阻断乌军的这次进攻。此外，俄方消息还称，乌军在列奥尼多沃东部附近展开小规模步兵进攻，并向普什卡尔诺耶推进，但未提供这些地区乌军进展的详细情况。这次攻势是自去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发起的又一轮大规模攻势。从去年秋季起，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击退了无数次来自俄罗斯的进攻。乌军通过布设地雷、发射导弹、使用火炮以及无人机等手段，针对俄罗斯部队沿着数条固定路线展开的进攻行动做出迅速反应。乌克兰海军陆战队无人机操作员透露，俄罗斯的装甲部队几乎每周都在同一地区使用相同的兵力进行进攻。尽管这些进攻有时会带来一定压力，但他们的重复性和可预测性也使得乌军能够提前准备。尽管乌军可能成功推进了近2英里，但是否能够稳固阵地尚不明朗。部分分析认为，乌军的成功可能是因为这一方向的防线相对较为安静，俄罗斯未能及时做出针对性的防备。然而，正如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所指出的，俄罗斯情报系统虽然警告了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军事集结，但由于集结地点远离实际进攻位置，俄军未能迅速做出调整。乌军的进攻战术也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创新性。这次进攻由轻仗车带领，随后装甲卡车和战斗车辆迅速将步兵送到战斗区域。俄罗斯一位军事博客作者提到，这种旋转式的运输方式配合强大的无线电干扰，使得乌军的无人机损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俄方的坦克在开路时面临严重的无人机威胁，正如一位俄罗斯博客作者所抱怨的那样，当坦克冲锋时，没人能完成任务。这也暴露出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一大难题。尽管俄军装备了大量重型装甲部队，这些庞大的目标却容易成为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对象，进而影响战术进展。总体来看，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似乎打乱了俄罗斯的计划，尤其是在俄军防线较为薄弱的区域。随着战斗的进一步展开，双方的战略博弈将更加复杂。未来几天内，战斗的动向和各方的战术意图可能会逐渐明朗。尽管俄罗斯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这些行动可能只是一次诱敌的战术行动，但无论如何，这次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战略行动代表着长达数月的防守阶段结束。下一步，乌军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025年1月7号，以色列国防军最近采购了 SIG SAR
为美国陆军开发的 M250 轻机枪的 7.62 乘51毫米版本。这一采购可能意味着 M250 或将取代以色列现役的内盖夫机枪。报道称 ，IDF 购买的 7.62 乘51毫米版本，除了口径以外呢，其他地方和原版几乎相同。该消息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早在24年10月，在 SIG Sauer 位于阿肯色州杰克逊威尔的新扩建弹药厂开幕式上，该公司就表示将与以色列进行重大合作。虽然合作并没有明确地指向 M250， 但其配套的 Roman 08T 瞄准镜以及.338诺尔玛马格南子弹在展示中都和以色列国旗一同出现了。而对于 IDF 来说，采购 SIG Sauer 的 7.62 乘51版本的轻机枪，既能够与现有的弹药库兼容，也符合全球轻机枪日益朝着更大口径和更远效能发展的趋势。这种轻机枪提供了更远的射程和更强的终端打击能力，相比于 5.56 乘45毫米口径的轻机枪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军的 M250 机枪采用 6.8 乘51毫米步枪弹，相较于 M249 使用的 5.56 乘45毫米枪弹，具有更强的威力和穿透力，尤其是在对抗装备先进的敌军防护时更为有效。M250 的有效射程也显著提高了，能够在更广泛的战场环境下保持良好的射击精度。M250 的后坐力通过液压缓冲系统得到显著改善，提高了射击稳定性，适合长期作战中的快速射击和精准控制。其设计轻便，总质量为 7.35 千克，支持多种供弹方式，增强了机动性和灵活性。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包括手枪式握把、可调节枪托和折叠两脚架，这提升了操作的舒适性和便捷性。此外 ，M250 还具备快速更换枪管的功能，防止长时间射击导致过热。M250 还可以配备先进的火控系统，比如 XM157， 集成可变背瞄准镜、激光测距仪和弹道计算机等设备，进一步提升了射击精度和效率。以色列国防军采购的 M250 在基本设计上和美军版本一致，但可能根据中东战场的特殊需求进行定制化调整，例如采用适合沙漠环境的涂层和材料，并且优化人体工程学设计，以适应以色列军人的操作需求。M250 的采购为 IDF 提供了更现代化、更具灵活性的武器平台，尤其是在高强度的城市战或长时间作战中具有明显优势。美军选择 M250 主要是为了应对现代战场中敌人防护装备的升级，提升整体作战效能。与 M7 步枪使用相同的 6.8 乘51毫米弹药，也有助于简化后勤补给和提升作战协同能力。M250 的采购和应用标志着轻机枪在现代战场上的性能提升。通过 SIG Sauer 的高性能设计，增强了军队的火力、精度和机动性，未来有望成为轻机枪领域的重要力量。根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25年1月4号的报道，土耳其海军在新年之初宣布了3项重大军舰建造计划：1艘潜艇、1艘航空母舰和首艘 TF2000 防空驱逐舰。土耳其政府表示，这些项目与该国增强远程兵力投送和打击能力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了土耳其通过自主研发武器系统来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土耳其国家潜艇项目已在格尔居克海军造船厂启动，首艘名为米尔登的潜艇已经完成首次焊接工作。该潜艇为柴电潜艇，排水量约2700吨，长度超过80米，采用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延长了水下续航能力。潜艇还配备了土耳其本国开发的武器系统、传感器和平台，提升了有效载荷能力和潜水深度。TF2000 防空驱逐舰的钢材切割仪式也在伊斯坦布尔海军造船厂举行。该系列舰艇的设计目标是强化防空能力，探测并拦截导弹威胁的同时，提供传统海军作战能力。舰体长149米，宽21.3米，吃水深度5.75米，排水量为8300吨，航速可达到26节。TF2000 舰艇配备了127毫米口径主炮、25毫米和35毫米口径的遥控武器系统，以及96单元舰载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战壕导弹和堡垒防空导弹，并且配备恰夫拉德相控阵雷达系统，探测范围可达450公里。
此外，土耳其海军还计划建造一艘排水量为6万吨的国家航母。该航母设计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相似，长285米，宽75米，吃水深度10米。航母采用短距起飞和拦阻回收配置，舰岛位于右舷，并设置有多个起飞点和3个拦阻索，用于不同类型舰载机的起降。该航母还配备了3个起飞点，支持骑手 TB3 作战无人机、喷气自由鸟攻击机和红苹果无人机起降。这些新舰艇的建造计划与土耳其政府力图提升海军力量、振兴国内造船业的目标密切相关。随着这些舰艇的逐步建成，土耳其海军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更强的海上作战能力。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